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由电影频道融媒体中心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的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特别直播节目。那现在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就是荣获了本届百花奖最佳新人奖的易烊千玺，欢迎，也跟我们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们打个招呼。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易烊千玺。那看到这个奖杯，要不要仔细的端详一下？刚才有细细的看它吗？是，这个是我，就是电影上映以来，就是结结实实的拿在手里的第一个奖杯。掂一掂它的分量。是。这个百花女神啊，非常漂亮。其实百花奖是电影人心目当中非常神圣的一个奖。因为它是来自观众的，然后今天也是现场101个评委现场投票。你看到大家投之前的几个奖的时候，有没有就很紧张了？对，我今天在现场听，在现场听是在现场投票，然后这个规则也是现场才知道，然后每投一个票，就前两个票的时候，前两个奖的时候，我身边的演员老师们都一个个特激动啊，然后我也被带得特别紧张。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所有的奖项都是实至名归的，因为现场大家能够听到每一个提名短片出来的时候，每一个提名者还有提名影片的那个掌声哈，所以其实当你的那个提名短片出来的时候，是不是也听到了现场的那些电影人们对你的认可？是，就是这种环节，就是提名的时候播放短片，这个环节以前是经常看前辈演员老师们这种现场，对，然后自己那个时候也幻想过自己在现场看自己的短片的时候的感觉。幻想过，对，你幻想过登台领奖的时候说什么吗？你今天准备了吗？基本就是按心里想那种感谢剧组，然后感谢现场的大家啊，然后未来会怎么样啊？对，就是这样。有没有什么那个在台上忘了说的？我还想过说，那个请大家支持一下年底我的新电影。对呀，忘说了。对，然后当时想了一下，算了，这个不太合适。对，所以今天我要送给你一朵小红花。谢谢。你看看，我们今天特别准备了这个一朵小红花送给你，好不好？你要贴在哪儿？谢谢。你看看贴在哪儿合适？我就在这儿吧。贴在这儿，就是小学生的那种仪式感，是吧？哎，你小的时候会很期待得到老师的那种肯定啊，还有包括一些奖励吗？会，经常会，就是希望得到奖励。我记得小学的时候，经常学英语啊，学什么的时候，老师会给好多粘贴，然后贴纸。如果你表现好的话，你是那种会很要强，也想激起很多的人吗？对，是。因为小时候我爸妈对我的要求，就是比较是那种，就是今天就是要完成什么任务，然后，对，是属于这类的。要求比较严格的。所以这个奖，回去要跟爸爸妈妈一起分享吗？他们现在有跟你通话吗？他们知道了。他们知道了，都很开心。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话是让你觉得还是蛮得意的？就我爸的原话就是加油！叹号，就跟你是一个风格，非常简洁。就加油2个字儿，一个叹号。哎呦我天哪！妈妈呢？我妈妈还没有，还没有。应该看着我弟弟呢。哎呀，太难了，都得了百花奖了，才得到加油2个字加一个叹号。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2个字的背后包含着很多很多的话，也是对你的未来充满了期许。我记得上一次采访你还是在金鸡奖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还畅想过说会不会有一天自己拿奖，然后真的是梦想成真的感觉。所以这一次得到百花，它是大众评选出来的奖项，千玺一直也是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所以这些影迷、这些观众在你的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我电影上映之后，首映第1天，然后我刷评论，然后那会儿我有一个特别新鲜、特别激动的，就是我当时看到一句话说，我是易烊千玺的影迷了，就是影迷这2个字以前就是跟我不太有关系的，然后就是有这种观众会想看我演的电影，然后看我塑造角色，我反正内心很感激。
所以其实张继老师不是说过吗？你不是一个偶像，你是一个演员。那个时候你听到那个话也是特别感动的。今天拿到这个奖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名副其实了。未来也许会在演艺的道路上为大家塑造很多的好的角色。所以这个得了奖之后，对自己的要求是不是会更高了？对，是的，就是，哎，怎么突然间想好学生？是的，就是，因为也有很多人说，第一部电影，得到这么多的肯定跟认可啊，然后也还在学校学了，一直在学习，然后说，等着看千玺以后的角色，以后的作品是什么样子，就稍微会有点压力，然后反正就尽力的做好每一个角色。也希望自己能进步得更快一些。所以其实最佳新人奖，一个演员一辈子只能得一次啊，一个奖项只能得一次，所以未来就更难了，因为要去角逐更激烈的那些奖项了。也希望大家能够抱着这种宽容包容的眼光来看待，因为可能对于演员来说，并不是每一个角色都能够达到自己那么高的要求，还有大家的那种要求。但是就像秦沛老师所说的，因为他已经从影70多年了，他说只要是对得起自己演的每一个角色，就是对得起演员这个职业。我觉得尽力而为吧，是不是？是。所以我们特别期待千玺新的作品。刚才没预告，在这儿我们要预告3遍啊！档期说一下：12月31号送你一朵小红花上映。12月31号，12月31号，12月31号送你一朵小红花。那我们来看看来自网友的一些问题吧。你是这么爱看网友评论的一个人，所以看到好的你就会很开心，是吧？是。所以你觉得除了那个影迷的评价之外，还有哪些是让你觉得，你看到之后会觉得挺暖心的？就是大家会从各个，就是他们感受到的，就很多人的感受不同，然后他们感受到什么，就是有很多很新鲜的词儿，然后有很多就是听起来也很夸张的词儿，就是看到时候都会。什么词儿？新鲜的词儿，夸张的词儿？就是我具体我也想不起来，但是当时的感受就是，挺好玩的啊，就是很开心。我们看看有什么问题啊？说最近有什么开心的事儿吗？家里的猫猫们最近都好吗？都还不错，都还不错啊。还有人问你说，现在最想去哪里玩？哎呦，现在最想去哪里玩？现在还得接着工作呢，是吧？对，最想，就是这个叫千禧广场，然后也是同样的2个字，就我一直想来转一转，然后今天发现真的来到这个地方，就如果有时间，希望转一转。来到自己的地盘了，我的地盘，你听我的是吧？看看还有什么？有人问你说你当时紧不紧张？看到你是上台的时候是非常淡定的，没有，超级紧张，就是紧张到什么程度？你给我们形容一下，手有没有凉？有没有抖？有，下台之后，就我很久没就是心跳这么紧张过，然后下台之后，就是浑身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小麻，因为就是血液有点转得太快了，挺紧张的，还是挺紧张的，并不是你们看到的那么淡定，内心还是心潮澎湃的。有人说问问你怎么走出戏，感觉你周身的气质跟以前很不一样了，是觉得你还没出戏是吗？不会吧？就是这次跟韩延导演合作这个小红花之后，就是我们经常会聊一些这个角色塑造上面，因为他也算是师叔，反正中戏比较暴露了年龄，对他，对算是，就我们是一个就是这种戏剧教育体系下面出来的人，然后经常会说，我演完这个戏之后，我觉得，塑造角色可以抓很多的把手，可以有很多的，控制把握的地方，所以就是感觉技术反正混杂着来吧，就是有更好的这个控制的能力，感觉。你找什么新的方法了吗？很多，然后导演一些方法。
对，在学校里面一般训练就是很多基本功，然后就是就是你的生理条件啊一些这些方面，在你需要能用得上它的时候，你能够很好的那个发挥出力道出来，然后反正就是觉得进出角色是有方法，然后有一系列那个可以把握的地方，就是有窍门的，对，是吧？对，找到了秘密大门。所以说其实这个你刚才用了一个特别专业的词儿，戏剧什么体系？戏剧教育体系啊。所以说其实你在学校里面这个专业的知识也给到了你很多的滋养，是吧？对，比如说你会做一些模拟这个动物啊，包括这一类的训练吗？对，你模仿的是什么？动物模拟是大一的第一个环节，然后那段时间我交的第一个作业是毛毛虫，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不知道需要准备的那么精细，那么就是你要给自己涂上漆吗？没有，就是情节，然后一系列上台发生什么，然后怎么样下去，就是同学都是设计好的，然后然后我那是第一堂课，去学校的第一堂课第一天，然后就不知道就没有同学们准备那么精细，然后我就就很懵的上台了，然后这也太冷门了，毛毛虫。对，我还是现场想的。你为什么会想到了毛毛虫？一般都会想到那些大的动物，或者是你的猫啊。对，猫啊、狗啊，然后猴子、猩猩，就类似这种。就是要和它们不一样。然后当时我就想，就是哪个稍微简单点，然后还比较有特征的，然后反正我就一直想，然后最后就毛毛虫上来了。那你怎么演的毛毛虫啊？我太好奇。就是趴在地上一顿就是雇佣过去，然后当时反正就按想象来，但是不是那么好。我觉得肯定是最特别的一个，应该是没有跟你一样的，对不对？对，所以说可能其他就是一群猫或者一群其他的动物，然后你就会凸显出来。我们再来看看，有人问你说最近生活开心吗？我觉得应该开心吧，这都得奖了。对，最近不错，还不错啊。那我们期待着易烊千玺未来更多的精彩的角色，我们也希望这个新的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能够获得大家的喜爱，也希望我们所有的电影观众们能够继续的支持千玺，因为只有观众才是最大的动力和源泉。那我们也跟大家说再见吧，谢谢大家，再见。